北戴河会议还没有结束，金融圈就传来了地震。这一次，震中直指朱镕基、王岐山多年盘踞的权贵金融地盘。继传出金融圈核心人物郭树清出事之后，中金公司元老曾主导中国石油、工商银行等多家央企上市的丁伟也被曝失联，疑遭纪检带走。同时失踪的还有中金起源基金总经理安恒。这家被外界称为金融会所的中金公司，从成立之初就带着朱镕基、王岐山的烙印，它垄断了央企海外上市通道，承载过中共最高层的利益布局，如今却在北戴河的敏感时刻接连失血。这是单纯的反腐行动，还是中共高层权斗在金融战线的新一轮交锋呢？你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唐韵。据财新网8月14日报道，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传出高层失联的消息。知情人士透露，中金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金资本原董事长丁伟自2025年7月初失联，据悉是被中共纪检部门带走调查。中金公司内部人士向财新证实，丁伟在失联前仍担任中金资本顾问职务。8月12日，长安汽车发布公告称，独立董事丁伟已辞去了职务，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岗位。公开的资料显示，丁伟今年是65岁，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1987年到1999年在世界银行总部工作长达11年，1999年3月到2002年9月加入德意志银行集团，担任中国区总裁。在德意志银行集团工作期间，丁伟与曾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的张红利有了交集。张红利在2001年3月担任德意志银行集团投资业务部门中国区负责人，2004年起担任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4月出任工商银行副行长。2025年2月，张红利因贪污受贿1.77亿人民币遭到了重判。2002年，丁伟加入了中金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投资部门负责人。在他任职期间，中金公司主导了大量央国企上市，包括中国石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等。2011年2月，丁伟一度离开中金公司，入职新加坡淡马锡投资公司，担任中国区总裁。2015年到2016年，丁伟在摩根士丹利投行部工作了1年多。2017年3月，中金公司成立了中金资本，统一管理中金境内外私募投资基金业务。丁伟又回国担任中金资本总经理。2019年又出任了董事长。2020年8月，丁伟卸任中金资本董事长。退休后的丁伟继续在中金资本当顾问。2020年10月，还通过股权转让拿下了厦门博润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目前仍是博润资本的法定代表人。2024年4月，丁伟因为中金公司对子公司业务和投资行为管理不到位问题被追责，被中共证监会北京监督局出示警示函。据财新报道，除了丁伟，目前失联的还有担任中金资本运营管理委员会委员、中金起源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的安恒。安恒2011年进入中金公司投行部工作。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始终被外界视为是中共高层权贵的利益重镇，其中朱镕基、王岐山的影响力尤其明显。它的诞生壮大和后来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几乎成了观察中国权力和资本结合的一个经典样本。
中金的故事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说起。那时，中共准备把一大批国企推向国际资本市场，一边要引进外资，一边又要确保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权不会丢失。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和金融系统的朱镕基拍板决定，由中国建设银行和美国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中金公司。公司注册在北京，定位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朱镕基因为拍板成立了中金，被外界认为是中金的政治教父。公司刚成立的时候，由当时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出任首任董事长，负责公司的运营和发展。可以说，中金从出生那天起就带着特许经营的光环，有朱镕基的加持，有王岐山的直接领导，拿到的是别的金融机构根本碰不到的业务资源。像大型央企的海外上市通道这些核心资源，中金可以直接获得，它几乎不受普通监管的束缚，完全是在最高层的保护伞下运行，成了一块真正的金融特区。中金公司的早期成长可谓是一路绿灯，垄断性的获得了多家央企上市项目，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海油等重量级的央企赴港 IPO 的承销业务。这类项目必须是经中国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等多重批准，而这些审批权恰恰集中在朱镕基班底与后来的王岐山人脉网中。有了这种政治庇护，中金在定价、配售、收费等环节都占据垄断优势，不仅赚取了高额的承销费，更在资本市场中建立起官方通道的地位。谁能进入这个通道，谁就能分享政策红利。多年来，中金公司的高层班底中有相当比例是来自金融监管部门与政策性银行，与朱镕基、王岐山系统的互动十分紧密。例如，王岐山曾先后担任建设银行行长、金融副总理、中纪委书记，与中金的业务往来密切，并将多名金融系统亲信安排进了中金任职。在他主导的反腐高压时期，中金公司始终是与风暴保持着安全距离。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副主席，现为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的胡祖六，曾经担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与国际资本圈密切联系，是中金对外塑造专业形象的重要窗口。后来转向私募与国际投资平台。曾任中共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行长的金立群，也是中金创始的班底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中金公司不仅是一家投行，更成为培养、安置和联系高层的重要平台。外界甚至形容它是一座金融会所。它的运行模式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垄断央企海外上市与重大融资项目，直接受国家高层拍板，与华尔街、伦敦等国际投行保持稳定合作，把权力背书转化为海外融资优势。高层家族及关系企业则可借助股权配售、境外基金等方式分享利益，形成隐蔽的财富转移通道。同时，中金也是高层子女与亲信历练的舞台，输送出一批能在政商两界自由穿梭的金融技术官僚。正因如此，中金公司在中国金融圈内一直是带有特殊血统的标签。它的存在从来不是单纯的市场结果，而是权力、政策和资本联手打造的产物。对国际资本而言，中金代表着中共官方最直接的资本市场接口；对国内金融圈来说，它则是少数能同时握有政治安全与国际规则的机构。即便高层人事更迭，这种由朱镕基时代奠定并由王岐山系统延续的利益格局，仍深深地刻印在中金的基因之中。它既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早期样本，也是权贵资本化运作的现场证据。
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也是中金公司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1998年，在王岐山的安排下，他从香港加入了中金公司，先是在香港分部任职，很快就进入了公司的管理层。2000年，他成为了中金管理委员会成员。2004年，更是直接坐上了 CEO 的位置，一干就是10年，直到2014年才辞职离开。在他掌舵的那些年，中金承接了不少重量级的活儿，比如2006年的工商银行 IPO， 当时是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募资金额超过了219亿美元，中金是承销团的核心之一。还有中国石油、中国移动这些大央企，在香港的上市和再融资项目也都是在中金在做。朱云来还推动了中金往国际市场扩张，想把分支网络铺到海外去，跟华尔街的大投行加强合作，特别是在跨境并购、离岸融资这些领域分一杯羹。2014年，他突然辞去了 CEO 职务，对外说是个人原因。不过当时中金的市场地位已不如早年辉煌，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抢走了央企和大项目。同时，习近平上台后，在新的政治氛围下，与高层家族关联密切的金融平台也在收紧曝光。外界普遍认为，这既有业务压力，也有环境变化的因素。离开中金后，朱云来逐步淡出一线金融圈，把重心转向了教育、公益和气候变化等国际活动。在他的任内，中金的形象在外界看来就是权力加资本的结合体，既能替央企打通国际融资的通道，又是中共高层在海外资本市场活动的重要平台。因为家族背景和中金的特殊地位，朱云来和这家公司一直都是国际媒体和金融圈的关注焦点。就在北戴河会议的敏感时刻，金融圈的动静接连不断。年初，前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利因贪污受贿获重判。7月初，和丁伟同时失联的还有中金资本现任运营管理委员会委员、中金起源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安恒。两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的金融精英，在同一时间节点消失在公众视野，令这家在管资产近4500亿元的资本巨头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与此同时，传闻中的大人物郭树清曾任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山东省长、证监会主席，也被曝出事。虽然官方至今没有确认，但他是朱镕基、王岐山金融班底的核心人物之一。消息迅速在国内引发了震动。比较特别的是刘建超，表面上他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属于外交系统。7月底结束外访回国后就被带走。虽然头衔是做政党外交，但他常年在国际场合替中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尤其是基建和能源这类大项目，背后少不了国开行、进出口银行、中金公司这些金融机构的配合。所以在很多人眼里，刘建超的一只脚是踩在金融和政治的交叉点上。这一连串的动作让外界感觉北戴河会议不只是闭门开会那么简单，金融系统和与之相关的人脉网似乎正面临着一轮新的清理。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支持，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寻找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